学们，大家好，我是小张老师。在上节课，小汪老师带大家一起游览呼和浩特的敕勒川，领略美丽的草原风光。大家都知道了，呼和浩特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但是它与中原文化交往的历史却十分悠久。现在就让小汪老师带我们去看看吧。大家好，我是小汪老师。现在我正在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境内。小张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在呼和浩特历史上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它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小汪老师，你可别看托克托县平平无奇，其实呀，这里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从战国时候开始就有了民族融合的现象，从那个时候起，以呼和浩特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就已经和中原文化开始交融互通了。之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虽然不断征战，但又不断共建和平。到今天，呼和浩特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有汉族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现代民族融合大都市。大家还知道哪些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相互交流的故事呢？请大家查一查，我们在翻转课堂的时候一起来分享吧。既然这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地方，那你知道这个地区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什么吗？是蒙古族。蒙古族和汉族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从他们的穿着就可以看出来，蒙古族的服饰色彩鲜艳，具有明显的草原风格。男性通常穿着长袍，蒙古语叫做掐畔，还会系上宽大的腰带，用来系紧衣服和展示身份。女性穿的叫做哈达，戴上各种各样的珠宝和头饰。这些衣服设计的比较修身宽松，男士的裤子比较紧身，但却很实用。你觉得他们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其实主要是为了方便骑马，因为草原非常辽阔，走路的话太远了，所以骑马是他们重要的出行方式。而且这些衣服也可以防风抗寒。小汪老师，你在那里看到这种衣服了吗？看到了，在重要的节日，蒙古族的朋友们都会穿上这些衣服，而且会准备蒙古族特色的美食呢。你们看，这是烤全羊，这是牛肉干，这是蒙古酸奶、蒙古奶茶。你觉得这些食物有什么特点吗？细心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些都是牛肉、羊肉和奶制品，几乎没有蔬菜。其实这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有关，他们生活在草原上，草原上有很多牛、羊，也会有牛奶、羊奶，所以如果你来到这里，就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牛羊肉和奶制品。听起来好诱人啊，我也想去看看了。对了，小汪老师，你所在的地方有很多白色的房子，看起来和我们住的房子非常不一样，那些是什么呢？这些呀是蒙古族的特色建筑，叫做蒙古包。它整体是圆形，房顶是拱形，这样设计不仅可以防风，而且下雨的时候，雨水会顺着蒙古包流到地上，蒙古包就不会倒塌。而且蒙古包被称为可移动的房子。小张老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也和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有关。在春天和夏天，
蒙古族随着羊群、牛群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在不同的地方搭建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蒙古包。这非常适合他们游牧，就像同学们出去野外郊游露营的帐篷一样，可以拆下来，也可以随时组装，非常方便。他们不仅会骑马、搭蒙古包，而且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穿上蒙古族服饰，动作豪迈大气，看他们跳舞就能感受出蒙古族人民的自由开放的精神。他们也有独特的乐器，例如马头琴、蒙古鼓、四胡等。他们还有一种很独特的唱歌方法——呼麦。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不过，小张老师，我听了很多蒙古族的歌曲，但是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内蒙古地区除了汉语，还有一种具有特色的语言，你猜猜叫什么？对了，就是蒙语。我们在上节课讲过，呼和浩特4个字就是蒙语。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中国有56个民族，80多种语言，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少数民族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但是少数民族也都会说普通话，所以大家学好普通话，走遍中国都不怕。如果有人民币纸币的话，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发现人民币上有5种不同的语言，其中就包括蒙语。我们之前提到的敕勒、托克托、恰盼、哈达都是蒙语的说法。这上面的语言还有什么语呢？是哪个民族的呢？请大家查一查，翻转课的时候我们一起说一说。中国还有很多像呼和浩特这样民族特色鲜明的城市，一个地区有不止一个民族居住。比如呼和浩特有汉族、蒙古族，还有回族、达斡尔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了呼和浩特多元的文化。虽然大家的服装不同，饮食习惯不同，但在这个包容的城市，大家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共同把呼和浩特建设成多元、包容、独具特色的城市。同学们，你还知道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呢？我们在翻转课堂一起来说一说。在呼和浩特，你能感受天苍苍、野茫茫的宽广草原，也能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独特游牧文明。我们跟随小汪老师一起了解了呼和浩特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特色美食和民族风情。同学们有时间不妨去呼和浩特看一看，骑一骑马，穿一穿蒙古族的衣服，品尝牛羊肉，感受蒙古族的歌舞和当地人的热情豪放。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